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怎么一想到像个流浪汉一样沉沦变成剧集的过分点？连续第4天大获全胜，观众的谩骂声就更大了。酷工厂有一段神仙剧的参考，多年前通过关瑞自己的亲戚圈购买了琉璃，当时男主女主都是3流演员。现在已经不是很幸运能取得突破了。殊不知，当年琉璃播出时，2人可能有幸在其中扎根。剧中的初恋夫妻在荧幕上名声大噪，酷工厂显然赚了很多钱。2年后，该平台再次与欢瑞合作，收购了著名的香香碎屑。在演示中，该组织确信这变成了戏剧之王。从真实的表演来看，这部剧无疑是和人们期望的一样火了。尽管它最简单的上线时间很快，但它已经连续4天荣登所有网络的热门指数。按照这个趋势，以后再拿下去可能也不是什么难事了。不过从口耳相传的角度来说，考虑到有历史语言的演员杨紫诚意，我觉得配乐可能会很好。结果，我现在不再认为会场越来越多的虐待。姐妹们越是相互对立，目标市场对她们的骂声越大，她们的性格越暴躁。然而，每一个琉璃和神香乳粉都是通过同一个组织生产出来的。姐妹情的刻画在前者内部也大同小异，然而这却是电影和电视剧之后的非凡表现。在第一种情况下，玲珑继续爱着她的妹妹宣龙，虽然宣龙后来没有学习成为一个好男人。他从不嫉妒他的妹妹，相反，他对她很好。然而，后来却成了红眼妖，因为智贵爱上了自己原本怀孕的妹妹。强弱莲花夫妇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最弱的时候，他们对燕坛非常怀疑。当他听到燕坛当着众仙人的面说，他们会为他下凡。姐姐倒下后，他立即感到羞辱，并用功夫与姐姐搏斗。当他得知姐姐是想救应元，而不是想除掉自己的心，我的第一个念头是，如果我能救出应元，就可以让我在以后的仙道中占的先机。当那道光芒伤到他的时候，为了不至于死，他稍微放弃了杨唐和应元。太生气了，蓝檀活了下来，只留下了他的一半心脏，将他沐浴在天上的闪电中。如果于墨没有及时赶到，他可能已经被杀了。时机冒充杨谭，以诡计将他送进监狱后，姐妹俩成了仇人。戏剧版有点荒谬，把角色当作反派对待。大多数出现的角色都可以通过他们说话的异形来识别，比如刚化为人形的敖轩或者超兰，就是典型的不讨喜的王子，不顺心就开始打架。另一位青春洋溢，看到绝壁美景就离开了，可以推测他一定是和小人合一的。一直与雨墨打交道的傲轩，最终死在了黑兰之手。朝兰反而会肆无忌惮地活得好好的。尽管存在缺陷，但迄今为止，这部电视剧还是有许多创新的方面。丁뉴연不能和任何人混淆 ，Hong King 完美，男女场面终于对了。当然，将姬邪从一个勇敢的女人变成一个虐待狂的女人，这有点陈词滥调，但有时剧组不遵守规则，比如不要把应远和别人混为一谈。杨谭在照顾应远的时候，故意用法术来处理自己的声音。他满怀信心地说，皇上绝对不会逮捕他。但事实上，应远已经知道，变成了他，变成了在这九重山上敢于放肆的小燕谭。所以，就算后来4季变了，应远现在恐怕也不会上当了。历史言情剧中，很多男主都傻傻的走到了这个地步。他把女战士等同于女主角，伤害她到无休止。不过他自己对华苏桥的陈安、宋宁等人一无所知。而在这部剧中，应远深知眼前的角色不是杨唐，但他也不想走错路。仅仅因为他认为没有更多的时间，不想耽误杨唐，这种情节是一个全新的概念。现在滥用的不再是男主，而是女主。还有，大概是为了面子，有几个男人肯定会显得那么难看，
就像白炽灯一样。但是有一个关于 Guido 的超级名人统治者 Yellowhood 的故事，他是一个有着无数倒置的可怕男人。人类会认为他死于不朽的恶魔之战吗？哎呀，他显然是伪造了自己的死亡，其后重生为大反派，连害皇上3代，营元险些丧命。那些帝王之中，最为人熟知的，莫过于温婉如玉的木堂星君和红袍凶眼的皇亲。最后鲨鱼大师里的配角也够了，配角太多了，主角的亮点太少了。第10集描绘了治愈应远的杨唐的日常生活。第11集在梦幻般的漂浮存在中，集体完成了他们高品质的婚后生活。他们似乎在梦中。最终，杨唐一击以咒语回击，仿佛是在报复当时的15条不着。小光点小孩子不过变成了一个小娃娃的时候，燕坦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追求自己的儿子。借助应援，他陷入了赤超状态，环境一时变得尴尬起来。最后，两人坐在秋千上，仿佛已经过去了好几年。最近更新的剧集对于节目的爱好者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的。